超市雇来几个廉价女工，让他们清理过期食品，却又额外花大价钱雇了个监工。每当他们工作时，监工就防贼一样盯着。尽管这些东西已经变质，可超市宁愿当垃圾扔掉，也不想让女工们占了便宜。这晚安萨按照要求，把过期食品全部倒进垃圾箱。这时一旁走来个流浪汉，问安萨能不能给他点吃的。安萨好心同意了。结果这一幕落在监工眼里，他报告给了老板。下班时，两人拦住安萨，说他举止可疑，要搜包。安萨冷着脸倒出包里的东西，里面只有一个不够塞牙缝的饼干。老板以偷东西为由要开除他。两个女同事很讲义气，拿出包里顺的东西，霸气的表示那老娘也不干了。安萨看看监工，安萨是这个国家最底层的那拨人，人到中年，父母去世，也没有老公和小孩，他的公寓空空荡荡，唯一的娱乐只有收音机，里面正在播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新闻，世界动荡不堪。像安萨这样的穷人总是最先遭殃。这晚被开除后，安萨和闺蜜去酒吧散心，有个大叔在舞台上呆板的唱歌，等他唱完后，闺蜜随口夸了一句：“你唱的真不赖。”大叔火力全开，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，而安萨却注意到大叔旁边的男人，两人非常含蓄的用眼神交流了几个回合，明显对彼此有好感。这晚剩下的时间，安萨总是不自觉瞟向男人，而男人的眼光也总在他身上流连。可直到散场，谁都没有捅破窗户纸。对穷人来说，爱情无疑是奢侈品。第二天，安萨收到了电费通知单，看到上面的数字，他赶紧关掉家里的电器。之后他找了家咖啡厅，想借用老板的电脑，对方说半小时10欧，可安萨只剩8个硬币。他跟老板讲价，老板嘲讽说这就是穷人的毛病，却还是心软同意了。Alennus kuuluu hintaan, samoin kahvi. Kiitos. Minuutti meni jo. Raha on aikaa. 借到电脑后，安萨赶紧给劳务网站投了简历。几天后，安萨终于等到个机会，一家小酒馆招洗碗工，老板打量他几眼，问他能胜任洗碗工这么高级的工作吗？安萨立马拿出一堆证书，老板看都不看，说这破玩意有什么用？他让安萨立刻开始工作。安萨不敢耽搁，换上围裙就开始干活。他手脚麻利，是个天生的牛马。可老板还不满意。安萨刚洗刷完，他立刻要求安萨别像娇妻一样站着，赶紧去楼下收桌子。楼下的酒吧聚满了 loser， 人人看起来都很疲惫，喝着兑水的啤酒，听着过时的老歌。安萨落满杯子，以此提高效率。回来时撞见老板和俩男人在做交易，表情鬼鬼祟祟的。安萨没吭声，识相的全当没看见。下班后，安萨去公交站等车，竟意外遇见了上次的男人，他醉得像个死人。安萨唤了他一声，温柔地帮他扶正头。这时公交来了，安萨有点担心，却还是上了车。等车走后，男人才醒来，两人就这样再次错过了。第二天，安萨刚来上班，就惊奇地发现老板被抓了。原来他昨晚是在卖大麻。安萨无语住了，你最好是2周能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人突然出现了，要不说两人有缘分呢。男人叫霍拉帕，这次他没墨迹。安萨说他没钱，霍拉帕表示很乐意请他喝一杯。于是两人开始了一场老派的约会。霍拉帕很贴心，安萨也没客气。趁安萨点单时，霍拉帕赶紧往咖啡加了点酒，而安萨也从反光镜看到了他的举动。吃完饭后，安萨问接下来咱俩干点啥。霍拉帕问他想看电影吗？安萨很乐意，于是霍拉帕选了部丧尸片。浪漫的约会瞬间多了几分刺激。从影院出来后，霍拉帕问安萨喜欢这部电影吗？霍拉帕乐了，那咱可得再约。安萨写下号码递给他，霍拉帕揣进兜里，又问他叫啥。安萨来了招欲擒故纵，说下次再见时告诉你。临别前，安萨在他脸上轻轻一吻，霍拉帕双眼放光，心头一阵野鹿乱撞。接着他想抽根烟平复下心情，却不小心弄丢了纸条。等他回到宿舍才发现，爱情的纸条早已飞走了。随后几天，安萨左等右等，也没等来霍拉帕的电话，两人又一次失散了。虽然弄丢了纸条，可霍拉帕不死心，他每晚都去影院门口等着，期待能再次偶遇安萨。他一等就是几小时，地上都堆满了烟头。或许是心有灵犀，安萨也会时不时去影院碰碰运气，可两人的时机总是差一点，他们始终没再相遇。这段时间，霍拉帕越发觉得生活单调，他酗酒很严重，大叔劝他少喝点，他说自己很抑郁。大叔说行吧，你这还整上逻辑闭环了。白天霍拉帕在建筑工地上班，这里不让喝酒，他就把酒偷偷藏到电箱，
每次开工前喝2口。这天终于出事了，由于压缩机老旧，霍拉帕的手臂受伤了。保险员按照流程要先给他测个酒精，这一测果然中招了。工头刚好以此为借口让他滚蛋。虽然世道无情，好在友情是温暖的。大叔陪霍拉帕去酒吧喝酒，两人聊起上次的艳遇。大叔苦闷地说他是个老登，已经打动不了女人的芳心了。霍拉帕也百感交集。Tapasin sen pienemmän myöhemmin. Mentiin melkein naimisiin. 另一边，安萨重新找到工作，他每天去机械厂干苦力，晚上独自坐末班公交回家。偌大的城市，安萨显得那么渺小。这段时间，霍拉帕跑去工地和水泥，他还没改掉喝酒的习惯。同样没改的，还有去电影院等安萨。这天，月老总算听到了他的祈求，安萨真来了。Et sitten soittanutkaan. Kadotin numerosi heti kun sen sain. Ajattelin, että löysit mieleisemmän. Katso kenkiäni. Nämä ovat jo kolmannet. 安萨约他明天来家里吃晚餐，并把自己的地址递给他。霍拉帕把它放好，再拉进口袋。第二天，安萨去逛超市，他买了个盘子，又特地买了瓶酒。霍拉帕也为这次约会买了束花。贫穷并没影响他们对彼此的心意。晚餐很简单，土豆沙拉和炒饭。随后，安萨倒上酒，给晚宴增加了点仪式感。霍拉帕一口气喝干，抱怨杯子太小了不过瘾。吃完饭后，两人坐在沙发上，人到中年却有种初恋的羞涩。霍拉帕夸他的公寓很漂亮，就是床有点紧。接着他又问：“酒还有剩的吗？”安萨面露反感说没有。接着安萨打开收音机，里面正在播报战况。Kirjattu sota. 趁安萨去收拾碗碟，霍拉帕拿出自己带的酒瓶，可他一抬头，正对上安萨哀怨的眼神。Isäni kuoli viinana. Samoin veljeni. Äitini kuoli suruun. Pidän sinusta, mutta en huoli juoppa. Eikä minua komennellut. 两人那若隐若现的爱情就这样崩塌了。安萨把新盘子扔掉，孤单似乎注定是永恒的。第二天，安萨跟闺蜜吐槽，她本以为霍拉帕是个不一样的男人。Kaikki miehet ovat sikoja. Eivät ole. Siat ovat älykkäitä ja sympaattisia. 从这之后，霍拉帕更加肆无忌惮的酗酒。没过多久，他因为酗酒再次被开除了。他任由颓废的情绪主宰身体，整夜躺在公园长椅上孤独入睡。可他不知道，同一时空下，安萨也正感受着同样的孤独。这天，安萨刚到工地，就看到保安抓了一只流浪狗。他说再找不到主人，只能把小狗杀掉。安萨不忍心，他想收养小狗，保安同意了。之后，安萨带小狗回家，认认真真给它洗了澡。从这天开始，安萨的生活不再孤单。每当他睡觉时，小狗总会在一旁守护。另一边，霍拉帕的生活也出现了转机。这天，他在酒吧听到一首歌，台上的歌手表情木讷，可歌词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。Kun muutoin kuitenkin vain lähinnä makaan, en kotoa poistu syyttä ainakaan. Unohtakaa minut, tahdon olla yksin, synnyin suruun ja minut puettiin pettymyksin. 在这个无望的年代，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囚徒。霍拉帕麻木的心被击中了，他想为了自己，为了安萨振作起来。这时朋友从吧台过来，他说没给霍拉帕点酒。霍拉帕让他放心，他决定戒酒了。随后几天，霍拉帕把自己关在房间，他脸色灰白，眼圈发青，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充斥着对酒精的渴望。桌上摆着杯子和酒瓶，在一阵痛苦的挣扎过后，他咬咬牙，拿着仅剩的2瓶酒，通通倒进了洗手池。几天之后，霍拉帕活过来了。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安萨打电话。Minä täällä. Se juoppo, jonka jätit oman onnensa nojaan. Ai se rapajuoppo. 霍拉帕说自己跟沙漠里的老鼠一样清醒，还加入了戒酒组织。安萨很好奇，曾经的将种怎么说戒就戒了。Sinä. Voinko tulla? Tule heti. 挂了电话，霍拉帕去找隔壁大叔，他说想借一件体面的大衣，去见一个心爱的女人。Mahtaa olla epätoivoinen. 说完，大叔豪气地把大衣送给了霍拉帕。可命运总是爱捉弄人，霍拉帕刚出门就被车撞了。另一边，安萨等到很晚，也没等来他的酒鬼，两人再次失散了。几个月后，安萨遛狗时意外遇见了上次的大叔，从大叔口中，安萨才知道霍拉帕被车撞了，虽然捡了一命，却依然昏迷不醒。安萨问大叔要了医院的地址，而大叔还惦记着她的闺蜜。作为回报，安萨把闺蜜的电话给了她。这晚，安萨来到医院，护士告诉她可以读点东西，她或许能听见。安萨随手拿起一本杂志，他坐在床边，为霍拉帕读起一则男人吃人的新闻。从这之后，安萨的生活并没太大改变，可他的眼神里却有了渴望。他每天去医院陪伴霍拉帕，
为他读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。几天后，安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霍拉帕醒了，他带着狗子一起去了医院。走进病房后，他在霍拉帕头上轻轻一吻，霍拉帕苏醒过来，而心爱的人就在身边。这美好的一幕让他不敢相信。 Olenko kuollut? Päinvastoin. Olen odottanut sinua. Näin unta, jossa kävelimme yhdessä kohti avioliittotoimistoa. Olet vieläkin sekaisin. 出院这天，霍拉帕拄着拐杖走出医院，他抬起头，发现安萨和小狗一起来接他，小狗还热情地冲他摇着尾巴。随后，在远处的落日下，两个孤单的灵魂终于结伴同行。这部电影叫《枯叶》，男女主都是社会最底层的那群人，他们被世界漠视，沉默地忍受生活的苦难。尽管他们经常去酒吧，却没有一刻真正放松。但这样日复一日的机械工作，并没有磨灭他们的灵魂，他们仍然愿意去爱，为爱的人改变。这个电影里的一切都是冷色调，可在看似冷漠的氛围内，那些普通人的善意和温暖却显得更加珍贵。一起辞职的女同事，咖啡店嘴硬心软的老板，默默陪在霍拉帕身边的大叔，这些悲伤的温暖的画面共同构成了生活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人与人的距离变得遥远，可这部平静且治愈的电影却揭露了无数人内心的孤独。它在提醒我们，人之所以孤独，是因为不敢迈出第一步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或许我们也可以喝一杯咖啡，看一部电影，在现代的社会来一场老派的约会，而那些命运的坎坷终会像枯叶一般随风飘散。